他骑车，他们这条路都骑不上去，让我来挑战一下，看他们这个马路好不好骑车。我看你怎么骑得上去，还是2轮的电动车，他们都是3轮的。叉叉他不敢骑他这个2轮，但是可以骑我们的3轮。3轮都骑得上去，2轮还骑不上去。3轮的电力还要足一点。是吗？对。我要冲了。小心啊！我感觉到马力有点小。轻轻松松嘛。可能是你太重了，还得要减一点。怎么样？我们这条路虽然只是毛路，但通车完全不成问题。骑电动车轻轻松松。这个不能歇火，要一冲就冲，跑不上去啊！直接一冲就冲到顶。这条路还挺方便的。对。他们拉凳子的，可以直接开在上面。这条路就是一人一级，上不去了。刚刚装豆子那个阿姨叫我上来挪车，说那个车有很大很大，结果这边上还有这么宽。所以你不用挪吗？不用挪啊，他们都开下去了，害我白跑上来，把那个堂哥他们的车倒是移上去了。堂哥的车他们停在这里的，不过他们停在这里的话，那个车过不了，就因为这里要窄一点。我是靠那个边上停着的，所以不影响他们通过。其实我们这条路还是挺宽的。按理说错2个那个小车的话是没问题，对。但是如果有大车来的话就不行，大车它占的面积太宽了。像你停车的那个位置的话，都可以我们车掉头。那个是可以掉头。他刚刚那个阿姨就说有很大的车，害我白跑上来，我都跑下去2趟了。我把堂哥他们的车移上去了，结果我车钥匙没带上来，我又跑下去，结果跑上来之后，结果看到是一个皮卡车。他们都已经开始了，那个时候。都已经开过来在装了，害我白跑了2趟。其实你也不是白跑，你是骑叉叉车上来的，你又没有辛苦。再说了，你不是在减肥吗？我已经减下来了，现在不需要减了。减下来了要保持呀。对头，一天你该减肥的是你。叉叉1斤没减，你都瘦了10多斤了。那是因为他干的活太少了，但是干活干多一点的话，会减的比我还快。我觉得我们这上面的重活，你得多上来帮帮忙。等你们把那个切好之后，我就上来帮你们打地皮。我们不是已经切好了吗？你们边上不是还有个水缸要挪吗？那个水缸我们要等我们的稻谷收了之后，才挪到那个缺口的那个位置去。你看刚刚他们掉的这些，我感觉都可以减去，有一碗豆子了。你也太节约了吧！我们在小杨他娘家那边掉一颗在地上都要捡起来，人家都说了粒粒皆辛苦。你看这全是。你捡这几颗来也没用啊，拿来明年做种子吗？对呀，我们那里正好插种子，我感觉这个拿去做种子刚刚好。看来今年你是决心在家里面种庄稼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。你得种这个豆子磨豆腐，请我去吃。那肯定的呀！你看我和小杨回娘家的时候，有好多东西可以拿，你们回娘家呢，啥也没有。所以现在我们既有娘家回，而且回娘家还可以大包小包的带到我们这边来，是不是？等我今年先种好，明年才能拿，今年种的话还拿不了。不，我不要你那些农作物，我们自己种的有，我要你养的鸡。养鸡等我养好再拿呀，都没养，你拿什么拿鸡？
把你们家的鸡还有鸡蛋都给我们拿过来。等我养了再说。好，每次爸爸妈妈都在广东，因为他们在的广东那边养鸡嘛，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给我们带，其实也不算回娘家什么东西都拿不到，只是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。现在哥哥回来了，然后我的后盾又回来了。他们都很少回来，所以应该很少拿到东西。对，但是一回来的话都有很多东西。好啦，别捡了，不要了，那么一点点，那是人家掉的。拿去做种子，正好插种子嘛。你要明年才种去啦，现在拿去就可以存放了。可以撒在地里面啊，让它明年再长。我们拿了一些那些蔬菜的种子，到时候冬天就有蔬菜吃了。我们其实那里房子后面没有多大一块地，种一点点就种满了。其实也可以做很多东西的，只要你懂得利用，给它分成小块小块的。对，一样东西种一小块，其实自己吃的话是完全足够的。像我们这上面的话，地很多，像老妈平时种的那些东西又很多，拿到街上去卖的话又不值什么钱，但只是老妈用来打发时间，用来自己种自己吃方便，顺便拿到街上去卖一点零花钱。那不用到街去买呀。对，因为在山上也不方便，到街上去买的话要跑很远，所以自己种一点方便吃。我看一下你捡了多少。看到没有？你看地里面这些到处都是。所以说他们太浪费了。要是在生活在以前，这个掉在那个流矢上面都要捡来吃，那我去放一颗看一下你捡不捡来吃。就不是以前了呀。好了好了，那么一点点。好了好了，这个留在这里让它自己发芽。你说这一把拿去种在地里面可以收获多少？反正够自己吃。有没有刚刚阿姨他们的一捆？你想多了，一捆应该是没有。不过的话，如果不够自己吃，就到时候拿来喂鸡，让鸡也吃顿好的。鸡也是出息了，那可不，能吃到豆子了。他得感谢我，因为我让他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一般像这种豆子，谁会舍得拿来喂鸡？你什么时候养鸡？老妈已经养好了，到时候她过年的时候把那些母鸡全部抓回来就行了。意思你们都不用投入，零投入。那可不，他们上面因为养的有经验，我们在家养的话没有经验，要等到他们回来之后才能开始。但是回来之后开始的话又太慢了，所以他们就在上面先养一些，养大概100多只吧，然后到时候拉回来，因为他们自己有货车，到时候拉回来很方便。如果拉车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走绿通啊？可以，不要高速费。申请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你先创业创着啊，要是创业成功了的话，记得带上你老妹我。放心，这些都是小问题。到时候如果把那个养鸡的技术学到位了之后，记得到时候教我们，让我们也在我们这里创业，有一点收入。反正你们如果想要养鸡的话，暂时可以先养少一点，因为没有经验。养少的话，它不怕那个鸡瘟。如果你养多的话，那个生禽，你要是养多，它就会到处生病。要懂得去给它治病。你要是不会的话，那就是根本没法养。那就是亏钱的。你看我们有个学长，他就是在他们老家去养鸡，结果没有经验，把那些鸡全部养死了，最后亏得血本无归。所以你得让老爸老妈传授经验给你。等到他们回来，我就跟他们学。好，到时候教我们。嗯。